他把600斤的野猪当儿子养，会骑着野猪去买菜，速度还能调节，只要扭一下耳朵，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他直接成了街上最靓的老头。大爷还会和野猪一起睡觉，野猪每天叫他起床，熟练的打开窗户，对着主人就是一顿杀猪叫。大爷如果想赖床的话，他会反复开关窗户发出噪音。看起来野猪应该是饿了。大爷起身去厕所给野猪做早餐，刚做出来的就是热乎，野猪吃的一脸享受。野猪是他爬山时意外捡到的，当时很小一只，很可爱，没想到它才3岁，身长就超过了1.9米，体重也接近了600斤。不过还好，野猪很温顺，能听懂人说话，可以和狗一样握手。大爷可以随时骑在它身上，不过被大爷骑久了，野猪也会调皮的想骑一下主人。大爷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被600斤的野猪压得死死的，差点压出了腰间盘突出。大爷每天还会带它去遛弯，野猪也很听话，过马路会跟着主人走天桥。路过一家猪肉店，它突然停了下来，奇怪，怎么闻到了妈妈的味道？它莫名感到有一股杀气，吓得赶紧扭头就走，乖乖的跟着大爷回家了。最后和大爷来个亲亲，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这样的宠物你想养一只吗？这是一种用脚丫子踩出来的酒，好不好喝全凭脚法。这个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酿酒工艺，生产过程还需要蚂蚁的帮助。这种酒就是腰果酒，每到腰果成熟的季节，他们每天都会去捡掉落的腰果，收集完成后需要一个个的取出种子。这种生腰果可以卖给工厂进行烘烤加工，就成了我们平常吃到的干果。剩下的果肉就用来制作腰果酒。第一步榨汁，这是个体力活，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大叔穿上裹满泥浆的靴子，站在里面就是一顿猛踩，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是他的独特脚法。他的脚步又快又密，保证每一颗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净净。就这样一搅一搅，果汁混合着泥水以及汗水流进容器里。为了尽可能的榨干果汁，他们还会把果肉堆积在一起，用绳子绑起来，在上面压几块石头，就这样静置一夜，挤出最后一滴。收集到的果汁要用纱布过滤一遍，去掉大块的果肉杂质，然后将果汁静置发酵2-3天，直到发黄冒泡。接着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蒸馏。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锅中，上面再套一个桶，随后用泥巴封口。这并不是普通的泥巴，而是来自附近的蚂蚁窝。这些泥土粘度大，有很好的密封性。接下来就是加热蒸馏，这一罐要持续加热8个小时，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装满水的水箱，冷却后的蒸汽就成了酒。不过现在的酒精含量还比较低，他们会将其从新倒入锅中，然后再蒸馏7个小时。就这样经过多次蒸馏，就得到了腰果酒。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约在40%左右。他们还会通过观察酒花来判断腰果酒的品质。如果气泡很大并且可以快速散开，就说明这次的酿制非常成功。这种酒在印度十分受欢迎，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用脚踩出来的酒才最好喝，那叫一个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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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根本嫁不出去，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采访过程中，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更让节目组傻眼。这4位就是当地女神，一个比一个胖，追求者也一个比一个多。他们是准备竞选村花的，竞选标准是要超过200斤。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第一位体重210斤，刚刚及格；第二位体重268斤，还不错；第三位体重284斤，很有竞争力。然而现在的村花表示不服，小心翼翼站上体重计，生怕踩坏。果然，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不过呢，他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出于好奇，节目组采访了村里男人，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越胖越爱，无法自拔，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可以到处炫耀。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老婆要娶胖胖的，生活才会旺旺的。接着大家来到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女人说结婚16年，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还说自己结婚前瘦巴巴的，一点都不好看。啥也别说了，直接上秤吧，294斤，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女人又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服，看着异常肥大，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穿起来一看确实很凸显身材。女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丈夫听到就要赶紧去做饭，说娶个老婆不容易，关键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很快丈夫端来了饭菜，给妻子盛上一盆，没一会米饭就见了底。酒足饭饱，拍拍小肚腩，赶紧补个午觉。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女人还告诉大家，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要多吃米饭，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可以很好的维持身材。为了方便妻子出行，丈夫还贴心的打造了专属座位。等妻子上车后，没成想油门踩到底，车子却一动不动。丈夫把车推到平坦路面，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在路上，老公洋洋得意，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可以看到，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一般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这是身份的象征，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豪华一点的
还会安装个遮阳顶，大家不禁感慨，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女孩显得很不自信，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陪嫁100万。即使这样，仍然没有人上门，为此他感到很自卑。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还差点得了抑郁症。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要给女孩介绍对象，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追求者众多。这不，闺蜜刚回家，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只为看闺蜜一眼，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还说明天再来。看得出来，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自己喜欢最重要。印度的卫生巾竟然是用香蕉树做的，据说防侧漏的效果非常好，一棵香蕉树就可以生产3000个卫生巾。看完只能说，不愧为印度。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每次采摘完就会把香蕉树砍掉，以促进新芽的生长，这样到了来年香蕉树又可以重新结果。但砍掉的香蕉树被随意丢弃在路边，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印度这家公司就想着如何变废为宝，经过不懈的研究，还真研究出来了，不仅可以把香蕉树做成卫生巾，还可以做成各种布料，甚至是糖果。下面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香蕉树变成卫生巾的。第一步，把树干切成2半，接着工人把树干一层层剥开，随后送入机器进行压榨，这样就留下了树干纤维。清洗干净后挂起来晾干，等纤维干透，继续把纤维送进切割机，将它们切成更短的纤维。下一步就是将这些碎片通过特殊的工艺就变成了类似棉花的东西，然后将这些纤维絮送进模具，从模具出来就成了卫生巾的吸水芯。一般情况下，卫生巾是由几层吸水芯组成，这样才能吸收更多液体，用起来也更加舒适。接下来工人给吸水芯加上底膜，这些底膜也是用植物纤维做出来的，然后机器对卫生巾压花，就这样整个成品就做好了，看着和普通的卫生巾一模一样。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质检，用红墨水测试吸水性能，测试达标后就要利用紫外线消毒杀菌，最后就可以进行包装了。甚至连这些包装袋都是用植物纤维制作的，也就是说卫生巾的所有部分都是可以生物降解的，可以有效的减少环境问题。这匹马得了一种怪病，只要有人骑它，它瞬间就会晕倒，就算主人想骑它，它也会立马躺下装死，而且演得很像，舌头都吐了出来，入戏太深的时候还会翻白眼。主人假装走开，他先是不时环顾四周偷看几眼，确定主人走远后，瞬间满血复活。主人见状直接冲了过来，他立马又躺下了。如果坚持要骑他的话，他还会撒娇打滚4脚朝天，那眼神就好像在说，骑我是不可能骑我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旁边的马都看呆了，兄弟你在哪学的表演啊？能不能教教我呀？他的日常就是各种装死，无论谁想骑他，只要靠近就倒下，甚至只要一抓缰绳他就倒。他装死前还会仔细看一下周围状况，如果地上有石头的话，他还会后退几步再倒下。主人拿来他最爱吃的胡萝卜，想测试他到底能装到什么程度，把胡萝卜塞到嘴里，但他知道这时候必须要忍住，演戏就要演全套，即使口水流了一地也不能咬一口。主人被他的演技折服走开了，实在忍不住了，这也太好吃了吧。话说这演技不去演戏可惜了，没想到啊，凭借装死的绝技还真去演戏了，演了一只被箭射中的马，这完全就是本色演出，表情自然演得非常有层次，可以说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聋哑外卖小哥送餐仅仅超时了1分钟，就被富家女痛骂，还讽刺外卖小哥是下等人。然而这位大姐的做法绝对会让你感到大快人心，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位用劳动换取价值的人都值得被尊重。你这颗牙已经烂透了，为了能啃骨头，你准备花2万在嘴里种1颗，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最后的成品绝对会让你惊艳。首先要把坏牙拔掉，直接上钳子，很轻松就拔了下来。现在需要等待2到6个月，让牙槽骨恢复生长，填满空隙。6个月后开始进行种牙。第一步进行断层扫描分析，对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确定种植方案，接着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效后，医生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掀开牙龈，牙槽骨就露了出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钻孔的。牙槽骨的表层骨质坚硬，刚开始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预开孔，现在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抑制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全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
接着还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规定扭矩。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现在只需要等待2到6个月，几个月后，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要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安装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要用树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来医院一看，牙齿内部已经被掏空，看起来已经坏到了牙神经，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这种情况只能做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因此不必太过担心。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以此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雕来填充根管，这样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用树脂继续填充根管顶部，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这样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来还要继续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来塑形。随后对牙冠部分涂抹酸蚀剂，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等待片刻后处理掉酸蚀剂，开始填充复合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最后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一般情况下，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智齿发炎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仅仅冒出了一点头，缝隙里一直残留小零食，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有多可怕。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会有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给周围消毒，防止感染。等麻药起效后，医生根据智齿生长角度，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整个过程不会感觉到痛。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的取出智齿，需要用钻头把智齿一分为2。虽然你感觉不到疼，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现在利用杠杆原理把智齿撬断，你会听到嘎嘣一声，但不必紧张。轻轻一挑就把牙冠取了出来，接着再次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牙根埋伏的比较深，医生决定再次把牙根部分一分为2。现在就比较好弄了，轻轻一扣牙根就取了下来。拔智齿留下的洞会被血液填满，半小时之内会形成血凝块，经过24小时，血凝块就会变得坚固结实。所以拔牙后24小时内不要刷牙漱口，否则有可能使血块脱落，导致干槽症，那将痛不欲生。接着医生开始缝合伤口，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有些情况不用缝合，需要咬住纱布来帮助止血，一般需要咬半小时左右。拔牙2小时后可以吃一些流质类的食物，不可以喝热水或者过硬的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多休息。几天过后又是一条好汉。你的2颗门牙中间出现了蛀牙，一张嘴就像有东西卡在牙缝里。医生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连麻药都没打，直接上钻头去除腐质。医生换了个工具继续打磨边缘部分，以便树脂填充物能完美贴合牙齿。你比较幸运，蛀牙没有伤到牙髓，
修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接着涂抹酸蚀剂，经过酸蚀处理后，釉质表面在显微镜下呈蜂窝状，能增强与填充树脂的粘结强度。接着涂抹粘合剂，使用光固化灯让粘合剂快速固化。接下来在牙缝中放置一个薄膜隔开。现在开始填充树脂，填充树脂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先等固化后再继续填充，期间还要保持牙齿干燥。医生会对着牙齿一直吹气，你牙齿可能感觉有点冷，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后，接下来就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就要用到专用的条状砂纸，先用粗面研磨，随后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颗牙齿也做同样的操作。这还没完，医生又换上专用砂轮继续打磨。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到这里蛀牙就修复好了。记得好好刷牙。你知道牙套是怎么装上去的吗？小哥来矫正牙齿，可他一张嘴就把人惊呆了，长了一口獠牙不说，还满嘴牙结石。这情况还是先洗个牙吧。洗牙是通过超声波洁牙器的高频振动来震落牙齿周围的结石，不会对牙齿造成任何损伤，过程中会有点酸痛感，不过是可以忍受的。同时嘴里会插个吸管，把口水和结石通通吸走，然后用电动牙刷和抛光膏对牙齿表面进行清洁。通过抛光可以使牙齿更光亮。为戴牙套打好基础，接着打上2针麻药，因为他的牙非常拥挤，需要先拔掉3颗，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间隙，使牙齿能够很好的内收。接着涂上酸蚀剂处理牙面，等待片刻后冲洗牙面，等牙齿表面干燥后，开始涂抹粘合剂，接着将托槽粘合在牙齿上。接下来使用光固化灯快速固化粘合剂，使托槽牢牢固定在牙齿上，然后在其他牙齿上重复同样的步骤，直到所有托槽都安装完成。现在上公司，挨个穿过托槽，进行最后的调整。就这样一副完美的牙套就大功告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参差不齐的牙齿就慢慢矫正好了。记得好好刷牙。今天是个大工程，你这颗牙坏得非常严重，内部还不停地冒血，直到钻开牙根管，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操作前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牙齿已经坏到了牙神经，还引发了炎症。医生刚把内部清理干净，血水就冒了出来。医生决定给你进行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听到这，你已经紧张地握起了拳头。为了让你放松下来，首先就要重新打麻药。医生特意把针头掰弯，紧靠着牙齿来一针，内部的神经也要来一针。现在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吹干后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暴露，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以此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经过几个不同钻头的轮番操作，根管已经扩大了很多。接着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接着要使用牙胶尖来填充，牙胶尖要先裹上一层密封剂，这样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尖，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还要使用融化的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这样下来，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对牙冠部分填充树脂，最后再安装上人工牙冠，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了。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说话一直漏风，天天被人嘲笑。你决定去做个修复，医生也没有让你失望，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不幸中的万幸，磕掉的部位并没有伤到牙根，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但像你这种情况，直接进行光固化树脂补牙即可。先在表面涂一层酸蚀剂，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冲洗吹干后，涂上粘合剂，进行光照固化。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制作诊断蜡型，然后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
大家记住，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第一时间保存好磕断的部分，赶快去找牙医进行修补，效果会更好。补完之后呢，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抛光，牙齿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最后取出排龈线，就大功告成了。不过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导致脱落。你因为不好好刷牙，年纪轻轻就坏掉一颗，为了能啃骨头，即将要花2万块钱在嘴里种一颗，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种牙血泪史。这个就是你的牙槽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打孔的。刚开始钻孔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为了穿透坚硬的牙槽骨，医生调高了钻头速度，一切准备就绪，钻孔就开始了。现在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转速一定要慢，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随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还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种植体拧紧。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最短需要2到3个月，最长6个月左右。经过了几个月，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就可以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然后安装上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在这里采蜜要提前带上1只公鸡，给鸡头淋上一点白酒，进行完一场奇怪的仪式才可以进行采蜜。这种蜂蜜1斤就要5000元。吃上几口就会醉得不省人事。然而摄像小哥根本不信，浅尝了几口，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生不如死。在尼泊尔的大山中，生活着一个专门采蜜的古龙部落，他们与世隔绝，当地的老人都很长寿。据说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蜂蜜，又到了1年1度的采蜜季节，他们带上要用的绳索就出发了。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来到大山深处的悬崖，悬崖上一块硕大的蜂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到现在还延续着古老的采蜜传统。采蜜前要做个仪式，献祭1只公鸡，以表示对大山的敬畏之心，顺便祈祷平安。仪式完成后，现场制作梯子，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编织的绳索中，再加以固定，就做成了天梯。接着在梯子上浇水，避免采蜜时被烧坏。一切准备妥当，他们来到悬崖顶部放置天梯。采蜜前又点燃了火堆，用烟雾驱赶蜜蜂。这里的蜜蜂体型很大，尽管有烟雾，蜜蜂仍然咄咄逼人。其中一个同伴穿着短裤，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爬上了天梯，一步步接近蜂巢。他持续用烟雾驱赶着蜜蜂，等蜜蜂跑得差不多了，开始了采蜜环节，用工具切掉蜂巢。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篮中，等收集到满满1竹篮，团队成员就会把竹篮拉上去。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看得出来今天是丰收的一天。现在他们开始过滤杂质，手动挤压蜂巢，经过竹篮的过滤就可以得到纯净蜂蜜。摄像小哥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村民说一次不能超过3勺，否则就会产生幻觉。小哥没在意，直接吃了一大块，吃完还忍不住舔手指，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村民听到这话微微一笑，完成了采集。他们收起天梯启程回家，临走前还会故意留下几块蜂巢给山里的动物，以此来感谢大山的馈赠。在回去的路上，小哥开始出现幻觉，醉倒在路边，接着还吐了起来。他终于体会到了蜂蜜的威力，随后他突然开始抽搐，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村民却并不担心，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休息片刻后，小哥终于恢复了意识，但还是不能走路，村民也只好背着他。蜂蜜之所以有这种效果，
是因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花粉中含有一种毒素，蜜蜂用这种花粉酿造的蜂蜜也自然含有了这种毒素，所以吃完就会产生幻觉。当地人一般会在蜂蜜中加入特殊的草药来分解毒素，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食用。这种5100斤的致幻蜂蜜，你敢尝试一下吗？在一片荒山中，隐藏着一座22层的高级酒店，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酒店常年被烟雾笼罩，外墙还有大片的红色印记，显得异常诡异。虽然看起来荒废了很久，但其实还在营业。据说在周末房间都会订满，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让人看得毛骨悚然。很多人就留言劝告，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否则会后悔的。小哥不信邪，决定来探险。酒店位于马来西亚，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报废汽车随处可见，显得非常荒凉。然而路边硕大的酒店指示牌却显得非常新，处处透露着诡异。而且越靠近酒店，手机的信号也开始变差。来到酒店，顺着楼梯往上走，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找了半天，找到一部电梯，但按键完全没反应。奇怪的是，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也不知道谁在控制。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来到了酒店内部，一切变得正常起来，出现了一条购物街，人也多了起来。他找到了一个店主咨询，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个大赌场，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有些人回到酒店就会选择跳楼，所以这里怨气很重，确实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小哥决定在这里订一间，亲自感受它的诡异。回房间的路上，看到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咒。酒店人员说，这间房子被诅咒过，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没事尽量离它远一点。来到自己的房间，他还煞有其事地敲了3下门。进入房间发现装修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但怪异的是，床头竟然装了个镜子。虽然在22楼，阳台却并没有封死，向外看去一片雾蒙蒙的，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看着好像是血迹。酒店人员告诉他，红色印记虽然看着恐怖，但并不是血迹，只是因为潮湿生了红色苔藓而已。来到晚上，酒店零星亮起了灯，气温开始骤降，睡到半夜他直接被冻醒了。也许是因为风太大，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不断吸引他去阳台。小哥说不知为何站在阳台上，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为了保命，小哥没敢再睡觉。如果给你1万块，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他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这就是他每天的主食。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一勺汽水就这一口米饭，吃得津津有味。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5升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问他为啥不喝水，他却说喝水会死。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这怎么可能呢？怕大家不信，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喝下一大口，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额头也渗出了汗，神情变得恍惚起来，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情况非常严重。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加上心理作用，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几天后，节目组回访，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这里的人穷的只剩下了钱，每天要去摆摊卖钞票，把钱当废纸论斤卖，个个都是亿万富翁，却吃不上饭，甚至有人被活活饿死。他们每天拉着成捆的钞票去摆摊，一沓沓现金就像冥币一样随意堆放在地上，没有任何安保措施，根本不担心被抢。这一幕发生在索马里兰的一个钞票交易市场，这里是全球唯一的钞票交易市场，交易过程也很简单，不需要点钞机，也不需要验钞机，都是论斤卖，一般1斤能换1美元，偶尔多个几斤几两也没关系，摊主有时会多送一些来挽留回头客。家家户户堪比私人银行，即使有1亿现金掉在路上，也没人愿意捡，因为自己家的钱都卖不完。更奇葩的是，这个国家不被国际社会认可，在任何世界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的钞票在世界范围来说不具备任何价值。他们使用的货币叫索马里兰先令，于1994年由国家银行发行。由于官方随意印刷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连年贬值，出现钱不再值钱的局面，买颗白菜可能都要花个上百万，所以他们更愿意把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于是就有了卖钱这一奇葩景象。这里人口非常稀少，就业率很低，当地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由于气候炎热少雨，经常出现干旱的现象，导致饲养的牲畜大量死亡，周围环境一片萧条，即使在首都也没有任何繁华的景象。
反而显得脏乱差，大部分地方破败不堪，很少能见到水泥路面。索马里兰的人穷得只剩下钱，却仍旧吃不上饭，令人唏嘘不已。